俄将军作战指标超越 F-35，能挂5导弹，为何能打6目标？俄罗斯声称将军隐形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大幅超越 F-35，未来可能大批量装备俄空天军。不过苏75服役要比 F-35晚20年，这样的项目有可能获得成功吗？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次莫斯科的航展已经闭幕了，但是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在这个西方的航空展览中比较有名的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英国的范保罗航展这个历史是最悠久的，但是呢它是双年，比如说这个2020年、2022年这样双数年的举行，而法国的巴黎航展也比较有名，它是单数年，比如说2019年、2021年或者是2023年，它应该是举办的。但是像今年2021年，它并没有举行，因为疫情的关系他说这个疫情我控制不了，所以我就不举办了。但是你看俄罗斯，它尽管疫情也在控制着，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控制的那么好，因为我看这个病原的数还是不少的，但是它还是如期的举行了这样一个航展。那么举行莫斯科的航展，实际上呢，它主要的要展示俄罗斯空天军的武器装备包括它的新型的战机，还有相应的这些装备导弹雷达等等这些装备。那可能在这届莫斯科航展上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他拿出来的就是第5代的隐身战机是个中型机，因为它的苏57属于是重型的隐身战机这个是和美国的 F-22还有我们国家歼20这种隐身战机呢是属于同一代的产品。那么这次呢它拿出来的是标号75的这种隐身的战机。这个战机呢俄罗斯人给它命名叫将军。开始我一看这个题目呢，还有点就是应该说觉得挺奇怪的，因为将军在汉语里边呢，它有2个意思。作为名词呢，它是个军衔，比如说少将、中将、上将，说明你的军衔，这个叫将军，对吧？那还有一个呢，是下棋的时候，无论是下国际象棋还是下这种中国象棋，它有一个就是当把对手的这个老将老帅逼到死路上的时候叫将军，对吧？这是个动词，但是也叫将军。它这个英文呢管这个新型的这款战机呢叫 checkmate。check 呢就是英文的将军， checkmate 加起来呢就是我将军的时候把你将到死地了，你无路可走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像这款飞机如果翻成汉语的话，你给它翻成绝杀或者常胜或者是无敌，可能大家就更好理解一些。不管它起什么名字吧，咱们先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比如说它要把这个称为5代机，那起码是隐身的，所以这款飞机一定是隐身。当然我们从外形看，就是它已经确确实实是一身一体，就是飞机的翅膀和飞机的机身它是融为一体的，基本上是个大三角形，对吧？这个呢叫一身一体，它肯定在这个设计上，还有呢就是它选择的材料上一定是加了工的，所以呢它是一个隐身的飞机。第二点呢，你这个飞机光隐身不行，还有速度，一定要能够超音速巡航。所以它设计的呢是1.8马赫，这个1.8马赫可不简单，这个比美国的 F-35是要速度快的这是超音速巡航。第3个呢就是你要有先进的航电系统，因为你现在这个飞机随着它的这个现代化程度、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你要减轻飞行员的这种负担，所以呢要先进的航电系统呢可以帮助就是飞行员做很多的自动化的这种选择，或者是快速的选择，所以要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4个呢就是先进的机动性，或者叫超机动性，就非常的灵活快慢都可以，高低都可以转弯要非常的灵活，这样在空战中呢才能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现在呢应该说这款飞机从它的设计指标上是往这上发展的，包括它的这个巡航的距离，它的设计巡航距离可是2900公里这相当于美国 F-22 3000公里的航程了。它是比美国 F-35这种以中型的隐身战机要巡航距离远好几千公里的，因为这个 F-35它也就是2200公里，而它是2900公里，所以一下多了7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呢。
这是这个具体的这些作战的指标啊。当然他说我这款飞机啊，不但可以就是这个打击这个不同的目标，而且我可以打击6批。但是我仔细一想，你说能够同时攻击6批目标，可是你就能挂5枚导弹呢？你5个导弹怎么打6个目标？那穿糖葫芦啊！所以我就说呢，就说明你的雷达是很好的，但是你毕竟是一款中型战机，你的隐身性能不错，但是呢，你的续航能力也不错，可是最终你能不能造出来？因为你这款飞机展示出来是个模型，不是一个样机。你真正批量定型生产的时候，要到2026年呢。那个时候，美国的 F-35可就服役20年了。所以我就觉得俄罗斯的这个担子还是很重的，瓶颈还是很多的，所以它必须加快这个研制的步伐，必须加大对这款飞机的投入，这样呢才能使俄罗斯的空天军在未来啊和美国空军的飞机交火之中啊不处于一种劣势。所以啊，我就觉得这次航展呢，体现了就是俄罗斯空天军将来还是要用隐身的战机，还是要用先进的战机去和美国、去和北约去抗衡，而不是仅仅凭着现在的3代半飞机、4代的飞机去和美国的5代机去抗衡啊。所以从这个莫斯科航展上，给我最大的就是印象最深的这个武器装备，就应该是这个标号75的这种隐身战机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